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介绍一部4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，在被养母杀害后，不惜重回黑道为母亲复仇的电影《四兄弟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底特律。这天，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太太来到超市购物，就在这时，2个蒙面劫匪突然闯了进来。他们不仅抢走了钱，还不由分说地枪杀了超市老板和老太太。老太太去世的消息瞬间在镇子上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参加葬礼的还有她的4个养子。在老太太一生中，曾经帮助了不计其数的流浪儿童找到寄养家庭，唯独这4个孩子太过调皮，没有家庭愿意接纳他。于是老太太好心收养4人，并养大成人。在他们成年之后，只有老二选择在镇子上成家立业，开了个小公司，生活安逸。老大经常游走在法律边缘，脾气暴躁，混过黑道。老3成为了一名军人，有一个女朋友。老4成为了一名摇滚歌手。老太太的死亡令4兄弟重新相聚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却血浓于水。结束白天的葬礼后，他们回到了母亲的房子，发现家里的陈设一点也没改变。4人触景生情，老大跑进洗手间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吃完饭时，曾经的往事一遍遍出现在他们眼前。尽管母亲已经不在，但他们还是在餐桌上给她留了位置。可能是太过于想念母亲，恍惚之间，4兄弟总能看到母亲的身影。几天后，警察仍没有抓到凶手，4兄弟又去酒吧喝酒。酒吧老板是老太太的好友，老大决定绕过警察，用自己的方式为母亲报仇。老二听后很不乐意，毕竟自己是有家室的人，他不想卷入任何纷争，直接离开了。看着老二离开，他们没有阻拦。酒吧老板也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内部消息。根据警察的调查，案发当天，商店前面的篮球场正好有2个目击证人在那里打篮球。兄弟3人很快便展开了行动，他们带上了家伙，直奔当地混混聚集的窝点，找到了目击证人，往这小子身上倒汽油，堵上嘴，威胁他说出真相。不过他表示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天他的确在打篮球，可警察说老太太是11点之后被杀的，而篮球场10点就已经关灯了，不可能有打球的目击证人。仅凭一面之词，完全没办法相信他。老大看了眼手表，距离10点还有一阵，于是拉着他来到了篮球场。事实证明，混混说的没错，这里的确10点就关灯了。难道警察在撒谎不成？回到家中，经验丰富的老大怀疑是职业杀手所为，收买了证人，把警察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。老大的分析虽然合情合理，但是又有谁会杀这样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呢？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叫来了老二，兄弟4人来到了案发的超市，查看了当天的监控录像。画面显示，劫匪已经顺利拿到了钱，却还是杀掉了他们的母亲。这很不合常理，不是单纯的抢劫杀人，而是在抢劫掩盖下的故意杀人。从新老板口中得知，那天晚上被警方带走的证人是这里小有名气的爆炸头，找到他的住址并不费力，只是老二再次因为工作不得不暂时离开。就在老二离开不久，爆炸头就出现了，3人见状直接冲了上去，没想到他竟然放出了2只黑狗和老大纠缠起来，自己利用绳子跳窗逃生。好在老3及时赶到，用灭火器赶走了恶犬，老大更是直接砍断了爆炸头下降用的绳子，让他直接摔到地面。3人悠哉地走到他面前，询问是谁指示他做的伪证。爆炸头左腿骨已经裸露在了外面，为了活命，只好将一切和盘托出。那天的确有2个杀手出钱让他做了伪证，其中一个胡子上绑了个小辫子。3人根据爆炸头提供的线索，来到杀手经常出没的酒吧。老4一眼就看到了目标，是2个戴帽子的家伙，其中一个胡子上长了根小辫，看就是他了，错不了。不过杀手同样敏锐，发现不对劲之后，直接开枪吓人，然后留置大吉。兄弟3人紧随其后，双方在雪地上你追我赶。杀手朝车后开了几枪，险些打中老4。老二看不下去，一枪就命中了一个杀手，不愧是当过兵的。接着老大作为一名合格的老司机，一个神龙摆尾把杀手的车子撞成了滚筒洗衣机。出神入化的车技惊得老4合不拢嘴。老大用枪指着杀手问道：是谁指使你们做的？杀手还是保有职业道德，说什么也不肯透露。老大也没有废话，一枪就让他去见老太太了。第二天，警长格林和他的助理找上门来，他们怀疑兄弟几人杀死了杀手。格林还做出了提醒和警告，不要试图对付整个底特律的恶势力，不然没有好果子吃。兄弟几人这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原来他们杀掉的杀手是底特律黑帮头子维克雇佣的杀手。维克专横跋扈，只手遮天，手下一旦做错事就把他们当狗使唤，毫无人性的辱骂和欺压，上到政府议员，下到地痞流氓都有他的人。维克极为不满2名杀手被杀，下令彻查此事。随后兄弟几人根据杀手身上的遗物得知了杀手的住址。正要出发的时候，老3的女朋友找上门来，老大和老4只好先走。没想到杀手的住所藏着大批的武器，这样他们也有了趁手的武器。与此同时，老3的女朋友坐在洗衣机上拼命诱惑，
就在老三拼命扑上去的时候，保险员突然不请自来，这才知晓老二一直在给老太太交保险，而前一阵子突然加大了金额，保险员这次上门就是负责理赔的，赔偿金额已经达到了40万美元。老三一下子懵了，难道这一切还和二哥有关系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老三找到了二哥的员工打探情况。员工告诉他，老二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并有一个资金很大的房地产项目是黑帮议员和老二正在秘密运行的，而这40万保险金对于老二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。于是老三开始偷偷跟踪老二，眼看着老二走进一家银行兑换了赔偿金，老三彻底震惊了，他赶紧把消息告诉了大哥。三人随后在酒吧里亲眼目睹了老二给了维克手下一笔钱，这似乎更加坐实了老二和母亲的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老二到家后，老大不由分说的给了老二一拳，老二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老大说出了老二杀母骗保的事实，老二彻底怒了，一把推开老大，愤怒的怒吼道：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在照顾妈妈，你们又在哪里？这个保险是母亲掏钱让我买的，最后的受益者也是上不起学的孩子，我没有理由杀了母亲啊。至于交给维克的那笔钱，是因为自己做了个房地产项目，可维克非要开点油，自己不同意，维克就勾结议员冻结了我的资金，导致自己濒临破产，自己为了维持生意才迫不得已交给维克一笔钱。误会解除后，兄弟们摒弃前嫌，和好如初。这时老四听到外面有异响，刚打开门就被一个雪球打中了鼻子，老四怒不可遏地追了上去，对方突然回头，脸上诡异的面具吓了他一跳，随后对方掏出手枪，一枪命中了老四。对方正是维克派来暗杀他们的杀手。老大听到枪声，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赶紧拿枪冲了出去，一枪崩了杀手。很快，越来越多的杀手从车上下来，面对火力压制，老大也只好先躲进屋子，利用房子作为掩体，杀手们根本进不来。再加上他们之前搜到的武器，兄弟们很快解决了所有的杀手，还逼问出幕后指使，正是黑老大维克。不幸的是，老四因为伤势过重领了盒饭，母亲和弟弟先后离世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不一会儿，警长格林来到现场，看到惨不忍睹的一幕。格林说出了实情，原来维克之所以要杀了老太太，是因为老太太发现了维克勒索老二的证据。当他去警局报案之后，没想到消息被维克在警局里的卧底泄露，这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卧底就是他的助理。格林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随后格林找到助理对峙，没想到一个不注意，格林被助理反杀，还把现场伪装成抢劫案的犯罪现场。警局上下为格林举办了葬礼，不远处老四也被埋葬在了老太太的旁边。兄弟三人知道是时候自己动手了，但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他们兵分两路，由老三去找那个助理对峙，老大和老二则假意要和维克和解，暗中用那40万美元买通了维克的手下。当天，军人出身的老三顺利溜进助理的住处，并且很快就制服了他，并让女友去警局报案，说老三在助理家要杀人。警察立刻赶到了助理家。这时候，得意洋洋的助理说出了自己杀害警长的事情，而老三也会因为绑架警察而被捕。关键时刻，老三突然开窍，指了指自己的衣服，表示自己安装了窃听器，门外的警察是来抓他的。但其实他根本没有窃听器。助理信以为真，趁着老三不注意，直接抢过枪，把老三当作人质，开始与外面的警察对峙。警察绑架绑匪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接着助理开始疯狂开枪，但警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狙击手一枪将他毙命。另一边，老二把维克等手下约到了交易场所，是在一个冻结的湖面上。老二拿出了40万保险金作为和解费，维克得意洋洋接过钱后，突然下令让老二人财两空。没想到手下都走到老二身后，原来老二早已经买通了维克的手下，这40万就是酬劳。手下本就是亡命之徒，再加上维克平日里对手下极其残忍，最终手下把他扔进了冰窟。大仇得报的兄弟们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活。这是一部比较耐看的，评价也不错的电影，是一部看过之后非常舒服痛快的电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